Hola， 大家好，我是小丁，我是小潘。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秘鲁的库斯科了，好激动啊！对，我们今年旅居的第5个国家秘鲁，我们终于到了。库斯科是一个海拔特别高的城市，特别漂亮，有点像西藏的感觉，气候也特别冷。然后我们打算在这边旅居1个月，所以这几天呢，我们先会在这边简单的看一看，然后也要找一个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带大家一起跟我们在库斯科一起开始找房。对，然后顺便来参观一下库斯科，很有意思。就是这边因为是有很多印加人嘛，所以看到就是这边人的长相很多就是偏印第安人的，甚至是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对，挺有意思的。然后这边人的穿着也是那种非常的有民族特色的，可以看到穿那个大袍子，然后头上戴一个这个小圆顶帽啊。我们昨天到那个市场那边逛了一逛，然后就是物产还挺丰富的，很多不同的吃的，对。然后昨天吃了点美食，秘鲁的美食也是特别的出名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有机会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些美食。我们前面是不是就是武器广场啊？是的，最中心的广场。最中心的广场 ，OK。哇，那 gracias。哇，这广场真的好大啊！哎，超大，这个广场好大呀！那应该是教堂，然后有很多草坪，有很多人现在坐在那边，还有地方。上面有很多花，特别漂亮。哇，这个好漂亮啊！特别好。小潘在给我们的粉丝直播呢，带他们云游览秘鲁。好吧，各位，如果说你们有在南美洲也想做直播的话，欢迎联系我们哦。看这些建筑啊，都是有非常多年历史的。这边有个小的喷水池，这个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在中国那边有些水是中间会有个乌龟，然后乌龟嘴巴张着，你可以扔币进去。看看这个是一些豹子。我们现在坐在了武器广场旁边一个2楼的咖啡厅。我刚刚喝了个茶，因为走的有点累。可以2楼看望这个广场，还是挺漂亮的，快看。然后现在人也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等我们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有一个哥伦比亚朋友介绍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算是中国人给我们认识吧。我们正好在找房子，他说他可能有一些房源会推荐给我们。我们现在见到了我们的朋友 Kevin， 然后他打算带我们去他认识一个朋友那边看看他的房子。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一个民居里面了，中间也是有个大院子。好多花呀！这个哦，对，因为它很靠近市中心啊。它这个全部都是文物保护的哦，所以说你不可以改变任何东西。对，它这个确实算文物了。主人说，因为跟我们朋友认识，就让我们随便看。大部分人都是。现在我们上楼看一下，这个好像是个大房间的样子。我觉得哦，这个还挺好的。对，这边其他房间我就不是有个超大的床铺。然后价钱嘛，这间我估计你可以跟他讲到900索。900索啊！如果低于900索，很不错。我挺喜欢它这种斜的这种感觉的，对，就楼顶那种隔层的那种感觉。刚刚看了一下，我觉得那间房还可以，因为这是一个老建筑吧，我觉得住在这里面还挺好玩的。但是我们还会继续再看一下，因为我们也在网上也找它的横向对比一下。就是每次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在这边旅居的时候呢，最麻烦的其实就是找房子。一般来说呢，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找房子会通过几个渠道啊，一个就是看一下 Airbnb， 然后当然 Airbnb 的问题是很可能会比较贵一点。然后另一个渠道就是我们会通过本地的 Facebook 小组，在这个小组里面呢会容易发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然后第3种方法呢，朋友介绍。对，朋友介绍，我们可能会认识当地的一些华人，或者说来这边住过的一些人，然后他们给我介绍一下，就他们介绍一下他们房东啊什么的。我觉得这2天我有个技巧，就之前我会在网上看信息，但看信息很花你时间，所以你不如直接发帖子。Facebook 群组里面发帖子，把你的要求、预算都说清楚，然后让对方他一定是带着照片、跟价格和地点来的，这样子效率会更高一点。这一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你后面的
很长时间也会住在那边，所以一定要挑个自己喜欢的，然后比较舒服一点。特别是如果像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是因为现在是要一边工作的，然后我们也不喜欢太吵闹的，那我们可能就会选一个它本身有比较好的，比如说工作的桌子或者比较大的空间，所以这种就会找起来就特别麻烦，因为我们要求也挺多的，然后价格又不要特别贵，对，所以就得慢慢挑吧。我们现在打算去看我们的第2套房子。哦，哦，这厨房，这客厅还可以的样子，还挺大的，有电视机。哦，这个还可以啊，房间有独立卫生间，还有个阳台是吧？啊，就是这个地方呢，里面房间虽然说它是新装修，但还可以，但是我们觉得不是很喜欢，第一眼就不是很喜欢，有可能是因为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一个有点乱的地方，找房真的很麻烦，真的很麻烦。我们现在要看我们的第3间房喽。哦，哇，很漂亮哎！Sí, muy bonita, sí。哇，看到这个床它还有这些帘子的装饰，可以看出是有品味的一个房间，还画着一些花的装饰，我很喜欢这个。me gusta esto， sí， 高雅贵气，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这个配色高雅贵气，我喜欢。其实这房间也没有特别大，但它有个独立的厨房，看这是对独立厨房，里面是厕所。啊，还可以。这多少钱来着？1600，跟他说可以。哦，而且这个房间现在还有一些日本的装饰。因为在秘鲁这边日本人也挺多的，你看这是艺妓，其实这边应该就是算一个青旅吧，可以算青旅或者是民宿。我其实也想住一个就是稍微有一些人气的地方，这样我们还能跟他们 social 一下。后来我们又去看了2套房子，一个位于挺不错的一条旅游街上，但是房东不在，后来联系说房子已经被整租出去了。最后一套房子在山顶上，优点是有很不错的观景台，公共空间比较大。这个是这个青旅的天台，我觉得还挺漂亮的，有很多可以坐的地方，然后看观景台，独家观景台，这个地方还挺好的。因为当天有人入住，我们没能看到房间。我们现在房子看的差不多了，好累啊！然后差不多我们心里也有一个意向吧，大概会选其中的一家。然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广场上，现在差不多是日落的时分，然后这个灯开始亮了。刚才还有一些音乐，就很累。其实今天找房子，但是感觉看到这样的景色，就觉得这个城市真的还挺美丽的。如果能在这边住1个月，还是挺开心、挺兴奋的一件事情。特别希望我们住到中心来之后，就可以更多的来这边探索更多有意思的地方。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我们。我们下期见。